封锁新闻苦闷万分，日本人进占公共租界之后，为了收买人心、整治秩序，市民们平时最痛恨的76号的枪杀行为，此时在租界内也暂时偃旗息鼓。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所有在租界上出版登载反日消息的报纸，如《申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晨报》等完全停止出版。直到日本人渗入之后，《申报》才由陈斌和接收。它的背景是日本海军报道部，从此第一版上的社论专电以及一切电讯都一面倒采用同盟社来搞，编排比日本人自己办的《新申报》还要媚日。但是这种报纸的新闻都是歌颂日本军事的顺利，打一处胜一处，叫人看了万分气恼。时事新报及晨报也经过改组，论调为之一变，不过亲日的姿态比较低些。唯有一张新闻报，日军进占租界后没有停版过一天，因为新闻报向来对政治新闻登的少，态度稳健，从不登激烈的反日新闻和言论，一向由吴运斋当总经理。吴氏是生意人，在商言商，不大谈政治，所以日军进占时通知新闻报不要停版，依然照常出版，当然反日的新闻一点也没有。还有一张时报，向来以登社会新闻为主，也没有停版。至于晚报，在日军进占租界之前，向来以刊载抗日文字为主，标题十分够刺激，其中以大美晚报最受读者的欢迎，因为每天有令人欢欣鼓舞的反日文字，即使76号枪杀了他们好几个人，大美晚报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。直到日军进占租界，报纸的编辑人员才不得不撤走，因此大美晚报就停办了。同时还有一张大晚报也以反日为主，就在日军进占的当天停办了。只有一张华美晚报依然照常出版，因为主办人朱作同一向和日本人暗中生气相通，所以他依然独存，喜欢看晚报的人只得改看此报。汪派所办的《中华日报》向来很少人看，看这种报纸常会让人生出一肚脾气，真正的新闻是看不到的。因此一般人只得听收音机短波，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新闻，并往往用蚂蚁传的方法奔走相告。那时有好多人失业，没有事做，大家就在家中聚谈，交换消息。日本人进入租界之后，下了一个毒辣的命令，就是家里有短波收音机的人，都要将收音机送到各区警署，一律予以没收。从前的收音机都是很大的，小的也有1尺多高，其中装有灯泡式的真空管，普通的都是4灯机、5灯机。我有一架巨型的落地收音机，是14灯的，可以收听全世界的广播。待到日军要家家户户交出收音机的命令发出，我也有些着慌，因为这架收音机放在客厅中，看起来很是富丽，舍不得交出，因此我只好把它内部的机器拆出来，藏了起来，另外找一个旧收音机的机件装进去，送交警局，拿到了收条，索还这只桃木的空壳。那架大收音机的桃木壳子依然放在客厅中，以壮观瞻。这个换空箱的方法，我以为别人是想不到的，岂知很多人家都是用这个方法交差的，所以在无形中，短波收音机依然暗中存在，大家偷听短波，如中央电台、美国之音的消息作为弹柱。所以日本人在某处胜，某处败，上海人都很明白，只是因为在他们的铁蹄之下，
不敢公然谈论而已。贪污成风上行下效，汪伪眼见日军在各地节节败退，逆料好景不长，在上的大肆搜刮，在下的也拼命捞，简直不成体统，其力不胜枚举。只谈我记忆中的一件事情。记得日本人组织米统会，向乡间定了一个公价收购白米，这些米一部分被送到日本军队做军米，一部分作为市民配给米。内中有一个负责人叫后大庄，在产米区利用和平军强迫收购，收购的公价米与黑市米价格相差1倍多，乡下人恨至切骨，但也奈何他不得。后来他被民众纷纷控告，日军一查，果然查到实据，有几个大仓库堆满了白米，都是没有账目记录的。日军一怒，就把他扣留了。几经苦刑，后大庄只能招认，牵涉的范围很广，审问不过2次，就将他枪毙了。这个消息一传出，好多有关的人都远走高飞，不知去向。松江区的负责人是耿继之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也立刻用手枪自杀。耿继之原是上海市政府法文秘书，人们管押送煤球的休班警察叫煤球警察。禁止囤积米粮，就出现了休班警察押送米粮，名为白米警察。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市民也见怪不怪了。最可怕的就是救火员，逢到有什么火警，救火车一到，首先要对业主议价开喉，起火的人家就立刻捧出现钞，毗连的房屋，无论是商店或住宅，都要出相当代价，才能免遭吃鱼之殃。否则，他们不开水喉，任它烧成焦土。有些仓库晚间无人看守，一遇火警，无法可施，只好由他去烧。类似这种事情，当时上海是尽人皆知的。